乌克兰再次迎来了好消息啊！近期，美国不仅同意援乌 F-16，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还将预支110亿美元的预算，以支持 F-16在乌克兰的使用。这可是帮大忙了。那这些钱够多少架 F-16的运行呢？未来乌空军保证该机的正常战力，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各位应该都清楚，想要一架战斗机保持应有的作战能力，那就必须在各方面花费大量的资金了。比如正常的运行费用、燃油费用以及后勤维修费用。根据现今美空军所公布的信息， F-16每小时的运营成本大概为 2.25 万美元。而美空军每年的标准的飞行时长为300小时左右。考虑到现今俄乌战争的局势，如果进行大反攻的话，势必会大量用到 F-16， 因此每年的飞行时长可能会上升到500小时。这样一来呢，在乌克兰作战的每架 F-16 每年的运营成本就需要1125万美元左右。看到这里啊，有人可能要说了，这不是挺低的吗？110亿美元足够近1000架 F-16 运行1年了。确实，如果只是飞上天空的话，这些钱轻松支持乌空军的 F-16 使用。但是大家有没有算过弹药的费用呢？比如在执行防空任务时， F-16 一般是携带2枚 AIM-9 导弹和4枚 AIM-120 导弹，前者单枚45万美元，后者单枚150万美元。这样一来呢，单架所携带的导弹价值就690万了。在执行拦截任务时呢， F-16 则是有2种武器配置，一种是2枚 AIM-120 导弹和2枚 GBU-24 炸弹，后者单枚是5.5万美元，总计是311万。另外一种配置携带的是2枚 AIM-9 导弹和2枚 AGM-65 导弹，后者单枚是12.5万美元，总计是115万。另外呢，还会附加电子对抗系统。至于执行压制敌防空系统任务时， F-16 是会携带2枚 AIM-9 导弹和2枚 AGM-88 哈姆反雷达导弹，后者是单枚130万美元，总计是350万。如果以4架为一编队执行防空任务的挂载模式为标准，那么一次任务4架 F-16仅弹药就需要花费高达2760万美元。如果未来援乌的 F-16能够达到100架，这些飞机组成25个编队的话，以3批次执行任务的话，一个回合就需要 6.9 亿美元，110亿也就只够16个回合而已。这样算下来，各位还觉得多吗？当然了，如果将这些导弹都发射出去了，那就算只是有 50% 的命中率，所取得的战果也将远超过110亿。另外，如果想要让 F-16的作战能力达到和北约空军相同的水平，乌军呢还需要解决一下问题。首先呢，就是乌军飞行员的训练问题。虽然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乌双方关于空军的交流一直都在进行，但这并不代表着乌军飞行员就能在短时间内熟练地驾驶与苏制、俄制战机完全不同的 F-16。虽然早在去年6月份，已经有不少的乌克兰飞行员表示，他们可以在几周之内就做好驾驶 F-16的准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优秀的飞行员，之前一直都在驾驶米格29和苏27，利用4到6周的时间去熟悉 F-16进行过渡，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大兵觉得还是想得有点太简单了。先不说战前乌军飞行员平均每年的飞行时间只有32到64小时，光是在学习有效地使用美制的传感器、航电系统以及武器等，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不是短短几周就能完全学会的。要知道，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学校的基础课程大约需要9个月，其中包括了理论培训、模拟器培训和实际飞行。但是即使在学员抵达卢克之前呢，他们也必须在 T6 飞机上进行6个月的基本飞行训练，然后再到 T38 教练机上训练7个月，并且还要在该机上学习战斗机控制和高级机动的基本知识6到8周的时间。因此，按照美军以正常培训 F-16飞行员的话，至少需要1年半的时间。另外呢，常规飞行和战斗飞行那是两码事儿。在常规飞行方面，经验丰富的乌军飞行员并不会遇到什么难题。根据 F-16飞机与米格29相比的复杂程度，基本飞行部分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战斗飞行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战斗飞行是必须学习如何有效地使用新的雷达和武器，因此根据 F-16飞机的具体型号，乌军飞行员总共将重新训练至少3到6个月才有这个可能。如果乌军还需要添加攻击地面目标的能力，那不仅仅是空战的话，那么它将花费更长的时间。而现今情况是，直到今年3月份，北约各国才开始了对于乌军飞行员的培训。除此之外呢，乌军还必须为 F-16的后勤维护做好准备。一架战机大约需要100到200名地勤，维护保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保障，这些都是需要进行长时间培训的。同时，每支战机需要的电力系统、燃料补充系统、雷达通信和地空协同等等，也都需要花费时间来重新建立。还有就是 F-16的起飞问题。根据 Flight Global 数据显示， F-16的起飞跑道比目前乌空军所使用的米格29、米格31和苏25都要长，因此乌克兰需要重新铺设或者延长一些跑道，以此保证 F-16的起降需求。而以上这些呢，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虽然近期美方的军事技术人员经过评估认为，对乌军飞行员培训最快能压缩到6到9个月，但现实情况却是在5月29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发布的视频讲话中表示，已经就乌军如何以及何时推进做出了决定，并声称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对目前的情况做了报告，会上讨论了弹药输送、新军训练以及最重要的时机把握问题。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做出了何时行动的决定，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反攻时间，但想必不会太久，甚至有可能就在6月份。这样一来呢，留给乌克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未来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未来乌军能发挥出 F-16的全部战力，又能为乌军带来哪些改变呢？首先，最大的改变就是制空权。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乌空军其实一直都极为劣势。要知道，在战争爆发前呢，俄空军大约有70多架苏27、80多架米格31、90多架苏30、90多架苏35、100余架米格29、120多架苏34、200多架苏25以及600多架苏24，固定翼战机总数超过了1350架。与之相比，乌军在开战前呢，只有13架苏24、31架苏25、34架苏27以及95架米格29，总数才173架。整体实力来说呢，俄空军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战争之初，乌空军只能依靠仅有的100架米格29与俄空军周旋，陆续战损后呢，则是依靠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援助的米格29和苏25与其对抗，但依然无法正面与俄空军的苏30、苏35相抗衡，只能依靠防空系统以地制空。因此呢，俄空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导致乌军丧失了很多本来有机会获胜的局面。所以一旦北约援助 F-16形成战斗力，俄乌战争的制空主导权将会发生质的变化。俄空军呢，将不再敢肆无忌惮地对乌境内进行空中打击了。同时，乌军的 F-16还能对俄军地面高价值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另外，由于此前没有空中掩护，只能依靠地面装备，导致乌军难以完成有效、低成本、快速的反攻。西方国家援助的挑战者坦克也好，豹2 A6也好， M1A1也好，都难以发挥最佳效能，也不敢贸然突进。甚至乌军地面部队都不敢在前线进行集结，因为一旦集结就会面临俄空军和导弹的轰炸，使乌军打地面战只能靠死守和袭击俄军补给线。但切断俄军补给线这种事情呢，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而且要冒着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乌军至今迟迟没有进行大反攻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之前没有制空权，使得俄军能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炮兵优势，大量的炮兵和炮弹向前压。如果乌军能有先进战机在空中活动，俄军炮兵集群就必须分散，再也无法大规模集结了。还有就是，如果没有空军支援，乌军将很难攻破俄军的防御工事。俄军主力近半年之所以没动静，其实呢就是在拼命的挖掘防御工事，里3层外3层，到处都是大纵深工事，在前沿俄军地雷阵甚至绵延上千米。没有空中掩护，乌军的反攻部队就会被困在俄军地雷阵当中，遭到俄军空军和炮兵的毁灭性打击。同时，美国和北约也需要乌克兰有一支空中力量，能够随时保护为其援助的那些物资仓库，不
不然一直被俄空军一天到晚的炸，谁也受不了啊。最后呢，乌军一旦有了 F-16，还能复刻俄空军在巴赫穆特的战术，利用卫星制导炸弹打击俄军据点和临时营地，进而分散俄军的力量，为地面部队反攻提供强大的空中掩护。至于 F-16的性能能否应对俄军战机，这一点呢，大家倒是不必担心。各位应该都知道，自从进入到21世纪之后，现代化空战基本都是以超视距作战为主的，而这呢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机载雷达和空导弹，在这方面 F-16绝对是在第一梯次的。作为对比，以俄空军装的苏35为例，该机所配备的雪豹翼无源相控阵雷达虽然放在10几年前还算先进，但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落后了。而且该雷达还有着体型庞大笨重的缺陷，权重超过了1吨。但即便如此，俄罗斯还是宣称雪豹翼的最远探测距离可以达350到400公里，数据是相当唬人，都快赶上一些预警机的范围了。只不过俄罗斯的宣传数据有多少水分，大家从这场战争中应该早就能感觉出来了吧。毕竟俄军的 S-300、S-400 防空系统的漏洞都快被北约援助的导弹打成筛子了。甚至早在2020年的时候，苏35就曾因为雷达的性能问题，导致其出口给埃及的订单打了水漂。原因就是埃及不满意苏35已经明显落后的航舰设备。最重要的是，雪豹翼的性能已经远逊色于北约各国逐渐普及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了，而且两者的差距那不是一般的大呀。宣传的350公里，经过埃及的测试，实际探测距离却只有200公里，缩水了近一半。另外呢，不只是雷达问题，相较于美国的 F-16，俄罗斯为苏35配套的277空导弹也存在水分，这是由于整个俄系的空导弹普遍存在着导引头差劲的问题。另外，由于277使用了长方形弹翼和炸格尾翼，虽然增大了一定的机动性，却加大了阻力，限制了射程。对外宣称80到100公里射程，实际呢只有50到60公里，极大的限制了苏 35S 的超视距作战能力，根本无法在超视距空战中与 F-16相抗衡。最重要的是，在俄乌战争期间，乌军呢已经缴获了不少的俄军的苏 30SM 和苏35战机的残骸了。比如去年在哈尔科夫反攻中缴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 RTU518 PSM 机载自卫吊舱。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该吊舱是一架俄军的苏 30SM 战机的残骸中被发现的。该吊舱又名帆船赛，属于俄军西比内电子战系统的一部分。这对于俄军来说呢，可以说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泄密了，因为该吊舱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破解俄军战斗机的电子干扰系统，进而大幅度的降低俄军战机在敌方雷达制导导弹打击下的生存能力，进而暴露出俄军战机的某些细节和弱点。一旦被识破，这些俄军主力战机基本就只能扭头逃跑了。总结来说，如果未来乌军能解决以上问题，那么在装备了 F-16之后，必然能与俄空军在制空权上扳手腕，甚至压制俄空军，促使大反攻的顺利进行。那么大家认为乌军能否在大反攻前完全掌握 F-16的作战技术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